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月夜之力，好已经召唤正缘前来，召唤新恋人前来吗？好，我必须要重新思索一下这个问题哦。月夜之力，然后理想的人已经出现，理想的人已经出现哈。大致上是这个哈，因为有感受到一些梦境哈，有感受到一些梦境跟现实的吻合度有点高哈，跟现实的吻合度有点高，所以今天来帮大家看是否梦境与现实哈来召唤出来的新恋人的能量。是否真的在靠近哈？那一个靠近的能量是否已经影响了你的梦境哈？所以今天以这个主题为主，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那你看一下，跟你所谓的梦与睡还有夜的感觉，哪一个比较靠近哦？你就可以选它。我原本是要以花的思维来去做选择，可是后来我翻，我觉得月与夜的能量更强，所以我选择这些哈。好，那我想你们应该都已经选择好了，选择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这是你们选的1号牌卡哈。那今天的题目是月与夜的能量爆发哈，心里所期待的哈，梦境里梦想中的人已经抵达。好，那这是1号牌哦。来，我们首先一样哈，帮你们看一下你们的能量哦，两个人的能量的交流啊，各方面距离，通常我都觉得先把两个人的能量的关系，把它做一个厘清哈。来，那他看他的一个到达的点是哪里哈？来看一下哈。好，好，看一下从这里做选择的。我们先把第1张月亮牌能量找出来哈。这里哈，这个我觉得是月亮金星牌能量先找出来。来，哦，是塔牌，这么特别哦。我觉得它应该是在本质上哈，本质上各方面在你心里所向往的那一个能量角度来说，它是非常吻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的。我觉得没有偏差。通常我翻开这张牌这金星能量的时候，我会非常注重我的第一个直觉是偏向内或外在。那这一组整个环境各方面，我觉得是内在的能量。那它有一种又惊又喜的感觉，是你们在刚开始见面或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内在心里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连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人有深刻的感觉，都会感觉到意外，然后所以才又惊又喜嘛，哈。那你对他开始有感觉，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从外在就已经很喜欢了，然后只是你会觉得他内在有更多的东西是你没有期待给你的，然后你才会慢慢惊觉到说，原来你蛮需要那些东西，然后它会映射出你的缺失，你的生命里的缺失，你会在它出现之后有我觉得会更加的体认你自己是谁哦。这个人我一直有一种灵魂启发、灵魂带领，向上的一种很特别的能量，在这个人出现之后，你那边有一个奇妙的转换哈，然后是上扬的，这个等一下看其他旁边的影响哈。因为通常塔牌所带来的上扬，应该是从零往上哈，起始重新颠覆，再重新重建。可是这一次的这个崩坏再重建没有发生，反而是在遇见的时候就有一种另类的、全新的、完全不同分支的一种成长。所以这一个人所带给你的又惊又喜，可能从原本的期待中，就是可能他的外表啊、长相啊各方面是你的期待的，可是他的性格或是你的朋友所认识的他，跟你以为的不同，所以你喜欢到了
他很多特别的内在表现个性啊、性格各方面的哈，或是他可能跟你所喜欢的性格类型完全不同，但是外在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多多少少有符合了哈，因为这边还是有看到你的侵入性、你的主动性是从最基本的原点出现的，所以他最初的给你的讯息是能接受的、是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讨厌。然后也有一点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多。而是在对话内在各方面，他所带来的性格啊、说话谈吐啊，很多东西是我先说是你一开始不习惯的，可是却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很奇妙的一个变化哈。那这一组火能量，我只能说，如果要以这一组火能量底下所带来的所有的性质，比如说积极、缜密、公平啊、内敛、随性、具体、主任、敏锐这些我一直在思考，到底哪一个才是你遇见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它会引发你的某种积极性，然后随性跟敏锐啊。这个很难，因为我一直在讲说你被激起了什么，你本来内在没有那么强化的东西啦，性格上好啦，总之啦，这个人出现之后你的星盘里面有一些关于行动的工作的水星能量、火星能量然后或是土星、木星，我觉得差不多是木星能量的。那一个个性会被强化，就看看星盘什么，那个我们就不深究了。我只觉得你们内心有一些你原本比较不彰显的性格，跟某种对人事物的企图心，有可能平常是在喝酒的时候、玩乐的时候才会展现出来，或是跟你的好朋友私下才会展现出来的一种比较在凸显出来的个性，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就会跑出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模拟在你有些个性在喝酒比较有一点微醺的时候会凸显出来的个性的时候，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有，还不用靠喝酒啊、玩乐这种都不需要，因为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内在就性格各方面一直有在勾你的某种本身很贴近你私人独处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所以在我的角度，我就会觉得说，未来你跟他在一起，跟他更亲近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自然的展现你的该说真我吗？我觉得不能说真我，就是有一些你平常有试图包装过的个性，在你越来越靠近他的时候，就毫无保留的会表现出来。这就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有某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跟魅力那还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他还是对你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人，就对了。好，那从其他的地方来把它翻完这里。好，再来。好，我看一下水星这边也说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你们是彼此都带领着彼此进入了一种新的相处模式、新的境界。你在他眼里也是他好奇的人。一开始他是对你好奇，他对你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是，我觉得他的内在直觉一直告诉我，他的内在直觉还蛮强的，在这方面可能会比你强他的内在直觉很早就发现说你的特别，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奇妙、很特殊的存在。那很亮你的存在其实还蛮亮的。他会怎么搞的？这一组有一种稀罕度跑出来好像独自照耀了你们两个自己脚下的位置，却没有照耀一个共同的位置。你们有各自遥望彼此存在的一种吸引力。你以为只有你在
一直看着他做什么，其实他没有，他在心里内在其实已经有深深的感觉到你的存在，然后他在理性的那一面的时候，一直在不断的整理自己的表达。所以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对你的第一个表达，其实他不是自然的，他是想过的，甚至有在短时间内深思熟虑过的一个表达，所以他对你的表达，在某方面来说是修正过的、包装过的，想要把自己表现最好的，那就表示说，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候，他是已经有那一种很强烈的在意了，可是他要把它伪装出来，他没有这样，因为他还没有确定你的心情或什么。可是当你们两个很接近的时候，你们的能量一直在不断的在空中调和，然后直到对看到彼此的时候，眼神的交流各方面都还不错，然后会产生一开始的对话。我觉得在一开始的对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有非常有已经评分好的爱，就是这个要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都不会很澎湃的去表达对彼此的喜欢，好像现在在那一个你们共同的空间里面，如果表达出对对方的喜欢只有100%，很奇妙的是，你们的能量在调节之后，都只会展现出50%，不会有人有高有低这样。你们会在某一些对话跟你来我往之中，些微的有感觉到对彼此的喜欢，可是都没有流露出很多。那对话都非常顺利哦，你们讲什么东西都会有嘻嘻笑笑，很欢乐、很顺利的感觉，不会卡卡的。可是会装严肃，会讲一些不切实际的，会讲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来产生这个对话的乐趣，不太会讲自己的事情，都会讲一些他人的事情，讲一些八卦，讲一些朋友的事情，这样。所以从这边似乎可以看得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声音，然后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是一个偶然的遇见。他可能不是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大家全部都是认识的，可能是一起出去玩，有很多陌生人，然后去哪里，然后旁边就然后可能是不同桌的不同群的这样，然后朋友之间产生了对话，然后你们也产生了对话，因为在这里有看得出来有一些指引的能量，有在你们两个很靠近的时候就吸引了彼此的目光了很强烈的火能量出现了风所以他在你们两个人的情感交流里面有被煽动的能量，所以很难去避免或是阻止自己不去跟对方使眼色。看着对方，然后主动性这样，没有说谁一定特别主动，因为这个风是对着你们两个的灵魂个火焰煽的，所以光眼神的交流就已经出现了那一个主动性哈。所以如果硬要说这个相遇的弱点，就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们，没有其他的同朋友或是做一个介绍，没有好。你们自己对自己对话起来的这个能量很强这个好，我再看看好，我觉得差不多到这里了因为好的能量的讯息也都差不多，我再找一下看有没有缺陷的讯息。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会把自己想确定的东西都确定好了。非常有点没礼貌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你从哪里来？你的朋友是谁啊？甚至连工作的薪水都会聊一聊你毕业的学校这些很肤浅的，可是也很有意识的交流看起来好像很冒昧的问，可是你们两个都很想，你们两个在某种能量上面会确定到这个东西你现在做什么啊？你现在做什么啊？什么之类的，会聊一些这样，可是都会聊一些很表皮的东西，不会聊到非常深入内心的东西。因为你们非常内心深入的东西是后面的意外惊喜，要越聊越多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很奇妙的东西。在你们初期聊天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感觉到内心的东西是有很多惊喜的，可是就没有往下聊，都没有往下聊。你们会想要找你们两个独处，会比较安静，或另外约去喝咖啡、吃饭的时间才会聊。初期有很多的招，有很多的朋友在的时候，就不太会聊这个东西可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旁边的声音真的很多很杂那而且你们的对彼此的喜欢，很多的爱的表现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冷静化了、冷却化了，那是一种故意的、刻意的，没有要那么强烈表达出来。好，我再看一下。好，我觉得这里差不多讯息就这些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一个状况
呈现着某种小小的防备心，可是心里的悸动也都还非常高。来，我来看一下你们是哪2个能量的心境的相遇。翻2张牌，让你大概知道。来，第一个心境第2个，来，这是你们2个心境的相遇你可以大概想一下参考一下。好，还蛮有趣的啦。对我来说，性质很雷同，你感受一下。好，来，好，再来，我帮你看一下你们相遇的那一道门的意象我还蛮喜欢这个阶段这个部分的啦，这一 part 就是来看那个心境跟门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还蛮必要给你们意会一下，让你有个向往那因为那个心境上面的诠释会影响你对于类似的场景靠近的时候，心里的那一个灵魂的样貌的念想吧和感受力来，我看一下你们的，我觉得是冷的那种所以偏冷的话，我觉得这一组有像然后内心的澎湃这个有像，这个有像，但我觉得只是颜色像，但我觉得灵魂还没有到这个状况那这个也蛮像的，这个其实还蛮像的。好，我觉得这这个其实也蛮像，这个我就有点难选择了因为我不认为。我没有觉得你们2个的遇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门，我觉得它是一种新的心之向往的对齐，所以这2个我可能就剔除，我觉得这个更深，你们所有的感受的默契，都是因为你们在内心有类似的向往，对这个世界有类似的向往，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遇见的时候得到的这个路径跟门应该是这个类型的你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我感受到的确实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就到这里。来，我们接下来来看现况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来翻的就是你们已经遇见了吗？好，我还是用暗力量的乌鸦牌来翻因为最近我觉得这个能量的强度非常够它会在瞬间让我对我肯定的能量有一个初步的怀疑跟确定性，我觉得这个不错我帮你们看一下。虽然解读的速度会稍稍慢一点点来，好，我先看一下这3个。这副牌就没有所谓的正反正反对我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它本身就是另外一股能量的。好，我看一下，没有在附近，我觉得你们现在没有在附近。你们现在的。应该说，你们现在所处的朋友圈的能量是有一种对抗能量或是你们其实，在差不多大的圈子里面的朋友圈，而且好像还有认识有可能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几率不高，可是我有感觉到，在比较远的地方，你认识的人跟他认识的人中间有人认识，可是还有一些历史性的摩擦，以前的负面的东西，可是要到这2群人都非常接近的时候，才会花一点时间，才会到了比较去谈论旧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发现这2边的人有所联系。所以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被挖掘的时候，之前这2边的人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连贯的，没有关系的那。尤其他本来逆向的话，他就会加强了我对于他的那个意念。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而且还没有遇到。还没有遇到的原因是因为风这附近的风能量是我觉得开到已经中上强的程度了。就是说，即便你们现在要相遇，可是把你们看的视野吹得东倒西歪，所以现在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东西来把这个风压掉之后，然后把整个通往你们面前的路径去展现出来。好，那我们再往下翻就知道在哪里。好，来。好，先这些然后盖2张牌，先盖这2张，等一下我再看。
哎呦，搭桥的也没有出现哈，帮忙搭桥。这个路径塔天赋哦，需要等待一个非常特别。你们中间哈，我先把它变得比较物件化的。你们中间有一道墙哦，那一道墙有把你们隔得蛮开的，而且还不是在最近的距离隔得蛮开的哈。可是有一个不错的地方是，这一道墙已经在某种力量的角度来说，是已经有预定好的事件要把它破除掉的。破除掉之后，两边就有通。哦，两边的人就有交流，所以我才说你们比较像两个不同的能量，然后是没有交流的。现在中间有那个墙要破了，那他可能就是能量上或意识上，这两群人有开始要往比较接近的地方去了。意念上有比较共通的方向，哈，这边有开始。如果你要用生活的来讲，我就会说，可能这两群人最近都特别爱去参加一些周末活动。最近对这些活动都，或是整个现在的社会啊，或是这一区整个情况都有可能，大家都喜欢去一些可以在路边喝酒的店，所以两边的人都差不多有这样子的共同意识哈。那这个意识在出来前，所以中间还有一道墙是两边的人是没有通的。我再打个比方，是这样哈。那可能这一群人就开始喜欢一些假日野餐会，哦，这样子，或是快接近夏天了，就对于两边的人都对于海洋、海边有开始不错的乐趣、兴趣了，然后慢慢的就延伸出来。所以这道墙会在这个他人的情况里面。被决定之后破坏掉，就这里会产生，然后路径就通了哦，路径就通了。但是在通之前，这里有一道非常复杂的风，本来这里就已经有，这边还有，所以远近与直达的路径，我这边所看的都是找这三个路径，远近与直达路径三个都被一阵强风，现在被保护着。或是阻挡着，所以它成为一种风的墙，没有要前进。所以意念啊、人啊，过去就会被吹得东倒西歪的，会转向。所以现在还没到那个时间点，现在就只是还没到那个时间点，就有点像是说，现在天气还很冷的话，有需要去海边吗？会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时间点还在某一些能量的主导上。好，那再看一下，差不多这个意识。快要被唤醒了，所以差不多那个活动，那个集体意识快要被丢入这样子的共同意识的活动，它可能会变成一种主流思想，会变成一种流行思想，来让不同群的人有所接触，所以大概你们在接触的时候，你们的对话里面可能会出现，就是说，你怎么会来这里？然后你就说没有，最近大家都喜欢来这里，所以就跟着来，有这种语境上的感觉，你会慢慢的就会发现说，你们的相处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哈。那从这里，在这里，我都觉得，我看一下乌鸦的讯息。乌鸦的讯息在这边说请等待，好，乌鸦的讯息说在这边请等待，然后这边却有点，这边不是却有点，这边的讯息是在说明说已经去做侦查的路上，已经找到，已经看到了那个路，可是路的前端是被堵住的，这边有一些讯息。的讯号，这边也是属于一种蓄势待发，要等待哈。那在风里面的能量来说，有更强大的主导性跟事件在阻碍哈，所以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啦，但是在能量的角度来说，就是还没有开门哦。你可以当成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进入了这个城，它中间可能这个城墙可能中间有门哈，两边的守卫现在还觉得还没有要开门，你也可以这样想哈。唤醒，这边也是已经把一些事件唤醒了，所以在你们两个世界的不同的故事线已经在进行着，要去影响你们这边周边的事件了哈，可能就是有一些活动或什么正在要创造中，在计划中还没有公布哈，你可以这样想。好，总之，现在这个时间点。只是在期待那个已经预定的事件发生之后，你跟他的距离就会缩短，然后非常关乎着你的朋友跟朋友之间的认识。好，那你们
这一次的遇见我看一下这里所讲的你们在灵魂上的距离来说是本来就应该要谈恋爱的，本来就应该要恋爱的直觉、水能量都是非常合适的，情绪各方面都是非常合适的，阴的能量也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次恋爱啦因为在其他的角度来说，平行时空或是对立时空来说，你们是非常陌生的。你们在遇见之前都一直有一个东西挡着，从来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就很像你们很像一个水面的镜射的两面，可是这个水面被水泥盖住了，你没有敲破这个水泥，你不知道下面其实是一个水面，是一面像镜子的水面。其实你们两个可以镜射两个人的存在，可是，在你们遇见之前都不知道是这个状况。所以我大概觉得，以灵魂的角度，可能是第一次的见面，然后就要以恋爱的方式相处那你们的工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也没有办法互相帮忙。所以你们如果最后在一起的时候，工作是没有办法给意见的。所以你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听听工作上的抱怨，不知道给怎么出主意，这样只能成为一个倾听者。工作上面是完全没有连结，这是完全不同世界的。然后这边有，好，我再仔细看一下一些更深的讯息没关系，在这更深的讯息之前，我们先把一些我觉得阻碍的风先定义一下，看他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样子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我刚所讲的，然后用炼金的角度去定义一下它的 title。来看一下这里。就这里好了，再来看一下那一个大变化性的角度是什么。这里好，还有我觉得乌鸦有报了一个好讯息来的位置在这里看一下，先从这里看 ，Starbucks 这边说现在你所处的环境附近都还是处于一种负能量的状况，然后那个负能量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然后再得到新的智慧之后，门就会开了。我很难去跟你说是什么事情，可是就是你现在附近的能量现在在走的方向是这样，所以你周边可能会发生一些他人的不好的事情、他人的坏事，或是你的朋友间他们正在处在某一种他生活上、工作上在面对一些困境，然后要等到这些能量都被解决了，然后附近的能量都有因为事件而有所成长之后。这个风，这个雾才会比较消弭，才会进入到一个新生的阶段，然后才会进那个风阻挡的能量，那个城墙才会慢慢的一点点的准备开门，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事情有先后性的了。然后这里有发字，这里这个比较难，这个我等一下再说。我说这里好了，这里有说你们的连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遥望的距离，地面天空这么遥望的距离，你们本来就有这个连接，而且是定好的这个连接，它就只是爬升行进遇见的速度比较慢而已但是，所以我才说这边一直有说请等待啊，请等待的讯号，还有这里有说，这里不是举例说已经看到前面的路径了，只是先挡住了，都是一样，都符合这个路径所说的那回到这里，这张牌很少在这里出现，那它出现的时候有非常强的深的讯号。他这边说，这一件事情，表面看起来很远，路径看起来很远，处处阻碍。可是他要讲的是，其实你们只差。这个很难形容，就是说你们遇见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两个人很近，很多东西都很相像，很多东西都一点就通，很多东西都契合。虽然没有一开始就进入那种热恋炙热的爱情，虽然没有，可是你们心灵的交流、交汇跟默契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像我刚上一组牌说，你们会有一种不断的奇妙的觉醒跟往上升的感觉嘛？那这种感觉会让你们觉得，怎么会跟一个陌生人感觉这么近？那这边所说的寓意就是说，要在你们感觉这个灵魂交流非常近之前，需要先让你们感受远的能量，所以才会，其实你们的遇见前面拖了很久，已经到最靠近的时候，还要有一些能量在做阻碍，这边就已经预示了说寓意了。这张牌内在叫做寓意的两面，他在讲说远跟近的意义，在你们两个之间所带来的事件跟整个路径的样貌是什么？所以其实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就会觉得心很贴近。可是要在物理或是生活上面，先把你们拉远，去体会近跟远在你们的生命中是什么样子的时间感或是空间感。
或是生命的感受是什么？还会在你们两个对话都才会发现说，好像这个人是远道而来，或是等待很久，值得等待，因为后面两个一靠近的时候，就非常近、非常贴切，时间非常萎缩，然后在一起的时候，时间都过得非常快。会有这样子的对比，希望你听得懂这一个部分的智慧因为它这个牌本来就要讲比较深的智慧的东西，听得懂朋友，你大概就知道这里在提示的是某种你们遇见的一种稀罕度好，我来看一下其他的有一些小讯息看恶魔的讯息是怎么说来破解一下说它整个运作的能量怎么说，我看一下就知道。来，这里我再补一张来，这两个也是这里也是，因为这两个能量太强了，它有点大魔王的感觉在把门守住哎，这里是，还有这里到底在关乎着什么？其他能量都还好，还有这里我觉得还蛮意外的。我都把它看一下，这些都比较简化，我看一下，一个一个来这里说，这里说你们的有一些很小心眼的争吵啦，会出现一些很小心眼的争吵啦，所以又拖了一点时间。就是这里我非常难解释，就是说，朋友跟朋友间我大概可以觉得说，就是如果这个能量要到某一个位置去相遇，那在原本的时间轴上，你可能你跟这个人可能6月就会进婚那个活动就遇见了。可是中间你们的朋友圈里面有所争吵，还没有达到共识所以本来的约会还没达到共识，拖了1个月，拖了2个月这样。这个是你们两个相遇前的能量上的某一些杂质这边有说他这边只是在透露出有很多其他的别人的故事线，造成了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的拖慢而已。它不是个墙，它可能就只是时间的拖慢。这边有偷偷透露了一点小讯息。这里这里有说这一次的时间拖慢跟其他人的情绪有关系，有点在回避一些其他人情绪的负面情绪的影响，所以这一次的你们的见面有一些墙比较慢，是一种正能量的回避所以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坏事它其实在你无法理解的空间里面，有在偷偷帮忙回避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在这里我看一下这些都很蛮难的你们附近的能量有在自我争夺所以跟你们无关，反正你们旁边的事情有在争吵。哇，这种争吵能量，以现阶你们两个相遇前，附近有蛮多负能量在调整这边也是喜剧人这张不算之外我把这4张来统合一下刚刚是不是说这里有一些能量正在调和中？这在解决中、阻碍中，然后会产生一些等待，慢慢的会好转之后，门就会开了嘛。结果翻开这些牌说，其实你们附近有很多人的争吵、人的杂音，朋友之间有些误会，这些跟你们没有关系的故事线正在发展中。所以目前你跟你的朋友圈或什么，他们还没有进入一个非常和睦、能量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不会被他们带领去那个要相见的地方，带领去一个未来的活动，就像我刚刚讲的集体意识后面可能会大家会特别想要去海边或什么，还没有到一个你跟你现在的朋友圈的或者比较好的朋友里面的一种稳定的情绪，所以目前正在处理这些情绪中，跟你没有关系，只是他一个先来后到的顺序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处理完，即使到了那一个大的意识里面。你这边的跟他那边的有共同的趋势，想要往那边去的时候，你这边的能量如果没有整理好，可能你也不会被带领去了。但是以整个路径来说，势必是要被带领去的。可是希望这个处理的再快一点。它这个东西比较像是我现在说的，就是风能量有在阻挡，所以环环相扣啦。这个风能量的阻挡
拖慢了你们的相遇，也甚至对于未来你们的相遇的那个时间点会不会发生也有所影响。但是以其他的牌哈，譬如说这里的这一张牌讲的是一定会在这些苦难中获得智慧，好，获得智慧而开窍。这里已经这样讲了，所以现在所面对的这个负能量的挣扎对冲，就是在这一张牌所说的苦难的经验之下的流程中，终究要得到这些事情启发后，得到新的智慧，开创出新的路了。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必然发生的，就是我说的先来后到，要发生完，路径才会开，门才会开，墙才会开，才会往那个你们两个相遇的地方。有的时候能量上，它真的很多都跟你没有关系，是你旁边的能量产生了一些比较强的负面的哈。那好，细节我就不说，只是它几个能量的解释是这样。好，我再看这里6人法。这题真的还比较难哈，就是好。那这边有说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点，好，开创点，它这边有一个破口，有一个窗户说，其实，在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周遭的人各方面能量都有在升级，除了智慧有在上来之外，对于人生的想象跟创意的泉源都有在慢慢的浮现出来。那这一个方向，就像这章讲的，这些苦难经历完之后，会得到一个全新的智慧，所以这两个有印证出来。所以这个你要把它当成是，它就是一个周期跟现在必须要经验的事情，可是它这一个事情不一定跟你有直接关系，只是在你周遭你比较靠近的能量、朋友、家人，他们正在发生这些事情。等这些整理完之后，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整个大家都处在一种豁然开朗的状况，然后在接受整个集体意识或者其他的意识、空中流动的一些讯息的时候，这讯息就比较强，所以就会跟着主流的讯息一起走的时候，会走到那一个聚集点。你们这边跟他们那边都会，所以现在他们那边发生的什么能量的事情，我觉得不太清晰，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可是这边都讲的是你附近的事情哈，所以有这边要说，如果最近你的朋友或朋友圈他们有些争吵、有些误会的时候，不要涉入，不要进入。为什么？因为这里的讯息说，他恶魔的角度说，最近你附近的其他人的负面情绪靠近的时候，请回避。这边有说要回避，好，因为它暗示着你会拘泥或执着在里面，所以这边在暗示着要回避，好，所以记得哈，这边说的，所以你回避一下，让那时间过了，他们自己会解决，你不需要你去主动靠近，好，这题真的比较难哈，为什么我会讲比较多？因为这是暗能量的讯息，它比较不表面，它很里面哈，它会告诉你某些事实，然后。因为这里很彰显的一件事情是，为何你们本来有一个很近的路径被堵住了，所以他把这些讯息都告诉。还好，这只是一个现况，它会被解决，而且你周遭的能量都会处在一种新的觉醒跟升级。所以你旁边的人可能最近会经历一些事情，变得比较有智慧了，变得比较宽广，处理事情会变得比较宽广。对于你们周遭朋友圈或者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交际圈来说，大家的等级都向上了哈。能看的视野也都不错，所以这个就只是一个熬煮过程，很快就会过去了。好，那回到你们的相遇的话，就只是时间上再等一下了。好，我觉得这组给的讯息已经够多了哈。那你们的契合度在第一组牌已经翻了，那这边我就不翻了。来，我们直接进到后面的哈。那这些事情都解决，然后进入到你们快要遇见的能量最接近的时间点在哪呢？来，2张时间点。好，记得这是我要翻的是这个能量都，我会跟他说了哈，这些能量都解决了，负能量都解决了，然后开始进入比较对的位置，然后要前往你们遇见的时间点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慢慢的逐渐靠近，2张哈。5月中之后再来。后面还有一段12月第3周之后开始，就这2个时间点。那他怎么会跳这么远？可能就是有2个顺序了哈。可能这边开始启程，然后开始遇见。我觉得不会那么远，我觉得中间就会遇见，然后可是你们的关系变得比较好，可能会到11、2月比较那个位置哈。所以它是有一个顺序趋势，你要把这2个看成是趋势，不要被把它当成是时间点。它就是可能2个能量的上下哈，可能这是2个最高峰哈，2个最高峰哈。好。那动物灵牌给你看你最近生活的3个提示。
第一张，我想一下，有点忘记第一章说最近有些事情，不要太拘泥哈。如果赶快把它结束，然后重新再来就可以，重新再来会做得更好哈。他给的讯号是这个，不要拘泥在原本的事情，赶快把它放下，重新再来就好了，重做或什么哈。来这里说，最近会有一种比较像水逆的停滞的感觉哈，也是忍耐一下，等待一下哈，它很快就会重新苏醒建立。我觉得跟这个牌也算了哈。如果你最近有一种水逆卡住的东西，就先把它放下，先放着哈，它会有一种全新的能量会回来。来，再看第三张牌有没有跟着这个循这里说，因为它这张比较像是说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会得到好的回报，可是因为前两张牌的影响，我会认为说，别担心，该属于你的东西会在后面会慢慢的回来，你不用急于现在。这边两张都在提示这一件事情，先放着，让整个就有点像是让子弹飞，然后让事情自己发展下去，然后你所期待的东西，你急着去拿也不一定会拿到，它时间到了该拿给你会给你。好，那你现在的拘泥这些影响不大，你这边拘泥影响不大哈。来，这三个建议看看对到你的事情，你去做一些调整。好，那回到今天这组牌哈，我简略说，就是说，近期你跟他附近的朋友能量都可能处在一种争斗中、吵杂中、有误会中，所以负能量是处于很多重的低迷这样。可能它不会彰显在你眼前，可能你不知道什么事情这样，可是你会感觉到朋友间的约会约出来的次数有偏低，或是人数有变少，那就表示有在你视野以外的事情有在发生。那牌面上说，你在这一个类似风暴的安全区，跟你没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没有直接影响，那就静静的等待。但是记得这张牌恶魔的提醒说，请回避其他人的情绪，不要介入或拘泥于你的能耐或是能力能够去解决，让他自己走。这边有讲哈，通常恶魔的讯息是这样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有他多层的寓意，他不想告诉你答案，他只告诉你方法。尤其我已经把他的讯号重新用比较温柔的方式跟你这样说了，所以就记得先回避，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多做什么，因为它算是一种容易误解的风暴里，先回避，先回避。好，那它会过去，然后路径会在这一个狂风暴雨之后被洗刷出来，它就会让你们在阳光普照的路径上走到你跟这个人相遇的那一块乐园去。那他那边是否也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只是细节我不知道，但他的位置定位我也不知道，可是现在就在这个路径上，所以以这组牌抓到的时间区块是你们相遇之前的现况哈，所以反正也不会很远了哈，那就顺顺的走，就会我觉得你们遇到的时候应该不太会错过彼此，但是它有一个症结点，在上一组牌有说，你初步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是很不同的世界，就这样，这个讯号有好。那就这样哈，1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记得不要硬凹事情，不要硬凹事情，顺着趋势的发展走就好了哈。好，那就这样哈，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号牌的朋友哈，来，这是第2号牌，第2号牌。好，今天的题目是月与夜，月与月。你心里所期待的人已经前来了，被召唤前来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的一些能量上的能量上的一些连接。好，我们先从这张牌开始。一样哈，我们一样先看一下整个大趋势了哈，整个大趋势跟整个它的最需要着眼点的地方在哪里哈？好，来直接来抽哈，等我一下哈，因为刚刚我已经看到了，这样看一下啊，来，先把东西放好。来，我们先从先从金星能量开始因为是爱情的主题嘛金星能量开始，它的核心绽放出来的那个外溢的能量比较清晰了把聚焦在这里。好，
哦，很特别。从这个观点出去，对我来讲很特别啊哈。呃，你们在视野上是已经看到彼此了哈，可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物理上的看到，就是说他在你眼前看到这样。可是以能量的角度跟你们往前行的方向的行走路径的概念来说，这个概念来说哈，你们是看到对方的那一个方向。嗯，可能你由西出发，他由东出发，你们都要往北的位置去聚集哈。那个聚集的位置有一个发亮的东西哈，让你们两个同步的往那里去，然后你们成为两个，或是你们两个共同世界的两根重要的柱子哈。所以你们有一种很强的对立性，以某种层次的高度，你们是一定看得到彼此的。譬如说，过了云层之外，只剩下你们两个，然后你们也看得到彼此，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嗯，所以当你们遇见的时候，哈，我们最后都会回到遇见。我觉得，因为首次遇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哈。为什么我们的牌总是在讲首次遇见前后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哈，绝对会有首次的遇见，可是不见得第一能意识到是这个人，第二能在感情有出现的瞬间的时候能接住，好，第三会把相等的能量的对撞感受到相似、排挤跟不喜欢，其实内在有很多相同的能量在连接。也就是说，频道上常常讲很多告诉你们讯息要遇见，都遇见了，都到了，都没有连接，都没有接住。这个难度就比较高，因为你们两个就像我讲的第三种，两个能量相等的要互撞哈。你们有自己的世界，你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方向感，自己的金钱观，有自己的爱情观。你说它连结吗？我觉得对等。好，你们所想要的那一个爱情都是慎重的，都是精实的，都是具体的。可是在一起的时候，会有需要两个人的想法都同时出现吗？它会有一个礼让、退让、取舍。那这样不好吗？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可是初期遇见的时候，会有很多类似幻觉的摩擦，类似幻觉的摩擦，就是你们明明可以很要好，明明至少可以作为soul mate或是最好的朋友，可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种某种磁场的不敢正视对方而保持距离。所以像这组就很需要搭桥跟特别的情境，让你们略过这个磁场所带来的那一个推挤哦。这组就有。那如果以好的，那我仔细看一下哈，以好的方向来说，能量在你们这组，我觉得不构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它有母羊的能量。它有一种过于单纯加过于过动主动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两面极端啦。第一就是可能会忽略掉你们的能量磁场的对撞，可能就是其他星盘里面没那么敏感的心在敏感的心这样，然后他就会略过那个敏感，就直冲去表达自己的喜欢跟喜怒哀乐和喜好。所以会有一个情况，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会有交流，会有交集，会有对话，可是里面掺杂了喜欢跟不喜欢，然后用乐本身的这一个能量，所以就变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会有得罪跟讨好和喜欢和真诚都混在一起了。哦，你们所以们的第一次遇见的，要么就是没有碰撞的火花，修正，要么就是碰撞了那个火花会带来很紧密的交流，跟碰撞了那个火花会带来的推挤而弹开。所以你们的遇见，我觉得反而已经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反而是遇见之当下接不接得住这个球，哦，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哦。那接住了，整个情况就会变得比较火热、火爆、炽热，懂吗？会是那个方向的哈。个人意识非常强，每个人个人意识非常强。哎，这火能量超乎我想象中的高哈。
情绪的表达、灵感的表达、内在的表达都很直接。我只能说很直接。至少这里有3重火能量在爆发，在你们遇见的时候哈。我们第2组牌，我再看看状况了哈，看看水能量有没有去做一些平衡跟柔软哈。或许这里就会有，但是我希望会有，不然这个火能量这样子在初次见面的对撞来说，这个火能量有点太强哈。但是也因为已经出来了比较强的火能量了，所以后面确实是会有一些缓的啦，但也有可能是极端现象。我个人的经验上，跟我的星盘啊这些哈，是能适应这样子的火能量的。但是如果对于风或土能量的人来说，可能适应力就没那么强。好，那为何我不说水能量？因为我觉得它就不太会有什么大碰撞了，它会一种强烈的抵消。可是风跟土有一种很奇妙的适应，中间有一种很奇妙的适应，高高低低的节奏不太一样。那我宁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讨厌，我宁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爱理不理对方，然后其实内心有很深的在意，可是那个在意五味杂陈，不一定是爱情，可是有那很深的在意。每一次见面之后，就会慢慢的连续那个在意，就算不讲话也知道这个人来了，这样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会知道这个人来，然后心里会留下很多想法，慢慢的会有想法，慢慢的就会产生出某种主动。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出现2种极端嘛，就是大量的聊天，什么都聊；第二就是完全冷漠，很长，每次见面就完全冷漠，可是心里的在意就会一直出现。好，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我还是认为必须要有其他的能量，周围的能量去改变。朋友搭桥，其他的事件创造的事件，你们不得不和对方聊天，不得不在某些自己的情况下就自然聊天。这组牌啦，哈，我翻过给我自己，也别人翻过给我自己，所以我很熟悉这个牌会接下来发生的状况，哈。那比如说这个从认识到确定爱情的这个时间序，哈，算漫长，因为你们中间需要有太多的故事去建立彼此的某种引诱出水能量的出现。好，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人在一些粗浅的条件上面，能力上面跟你还蛮接近的，所以他跟你是有相像的，而且有在某一部分是你心里所理想的样子中比较稀罕的、比较少、难以去取舍的。就是说，你原本在你的工作或是你的才华里面，你已经觉得非常好了，80%，可是你总觉得有20%你是一直都是自己身上是没有，可是却在这个人身上独有。也许你赢过他80%，他没有的东西80%都在你身上，可是你就会觉得有20%你真的都学不来，都没有的，只欠向往的这个人身上就有。他会有这一个讯息跟对抗哈，所以我才说会有一种喜欢跟不喜欢的一种很多感觉的交织交杂啦。我觉得这个相处很关键，在第一次遇到。怎么让这个关系连接？有的时候第一次遇到，没有人介绍，没有人沟通，没有人拉拢，然后就只是知道这彼此是谁，最一开始的第一次就断掉了，然后它就会变成一种有存在感的存在，然后中间没有联动，彼此知道是谁，然后是谁的谁是谁这样，可是你们彼此的联动都久久才一次，然后每次都很淡。然后中间有一个隐形的，不知道隐形的什么，连眼神都不会对看这样子。可是心里的磁场的对撞很多，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互相影响彼此的表现。可是一直找不到那一个爱情的联动，因为没有那个爱情的联动，他爱情的联动被藏到非常深，前面有非常多的土能量、风能量阻挡，他这些东西要一层一层剥掉之后。水能量还在火能量的最后，火能量很像是你们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决定性的关系的能量的核心，
可是其实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火能量只是你们本身所带来的那个能量，然后快到对撞的时候，就看当下发生的情况，加上你们的星盘的内在某些行动力的星盘，火星哦，还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星是否被打乱了哈，然后上升这些不知道，他的主动性如果够强，他的星盘那些敏感的东西，如果双鱼、处女这些敏感的心掉到一些不敏感的位置，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可能掉到一些比较木星、土星，或就土星掉到一些比较土星的地方，它前面这一个敏感的磁场的对撞弹开的能量就比较小，它就变得比较豁达，变得比较粗糙，变得比较表面射手一样比较鲁莽，或是看起来好像笨拙。他会在那一刻，那些敏感跟内心直觉的察觉消落，然后就会前进。可是我觉得这在整个星盘的几率来说还是偏低，所以基本上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弹开跟保持距离下，但是那个在意真的有在，可是它还没有转换成爱情这个方向哈。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翻，我们会把那细节翻出来。好，我们来把细节翻出来。呃，果然哈，这边以这个牌面来说，硬要觉得有缺点的话，就是真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是会渐渐的看到你们变得关系变好的目标，有渐渐的在你们两个心底，在没有交谈、没有共识、没有确认的状况下，两个人会开始走到某一个位置，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之后，你们就会大聊特聊了。好，会有交集，会大聊特聊。那你们的吸引力，彼此的字面的吸引力，很早就已经脱离外在了，很早就是心理的交流，那个空气中的交流有一种默契。可是就是因为磁场的对撞，然后让彼此断线哈，也是到后面你们才会知道，原来内在有很多东西是至少是可以做非常好的朋友的程度，有这个浓度，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快被挖掘，它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哈。理智上是，感性上是，智慧上也都是。加上你们两个彼此出现的时候，所谓的爱、爱情的爱、友情的爱、家人的爱，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不是处于一种多样性状态。不知道这份关系的基底是长什么样子。好，那以结论来说，这组很适合在一起，而且很激烈，很多情绪，很澎湃，很炙热。哦，只是这组初次见面的时候，太多是从一种混沌状态里面出现的。然后你们能达到的进入的那一个乐土，那一个花园，能够建构到情感的那个东西，现在都还在比较远的位置。应该是说，他必须要慢慢的走到那里。但是现在你跟他的关系已经建立了，所以从这里其实看得出来，这个人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了，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了，而且你完全想不到会是这个人。那但是你对这个人有一种在意，甚至偏向厌恶，可是只是想那个厌恶，只是因为你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被冒犯过了，行为理不理睬你，第一次见面的打招呼或什么，在你心里已经有产生某种低能量的厌恶，它转化成暗的力量，成为你们的连结。这样哈，那我最近会尽量把我觉得我感受到暗的力量，讲我不最近
先稍微的削弱过度美化讯息的一个状态哈。那我看一下哦，你们真的有一些远的心啦，远的指引啦，都一直具体的在你们两个的位置往同一个方向说，你们有感情上的热土在发芽啦。好，但是他真的需要那一眼瞬间吧，要有那个特别的事件发生，然后你们会在某一个很强烈的交集点的时候大聊特聊你们的默契跟内容，连周遭的人、旁边的人都会发现说你们两个怎么变得特别要好。哦，我确实少抽一张，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件事，果然，没错，那我刚刚干嘛抽走？哦，果然，我一直觉得讯息，没错，没错，是这个方向才对，就是不是，是这个方向，好，我终于找到这一个缺口了。理智面来说，这边还是一样，如果以四方能量来说好了哈，火风水土来说，你们各自拥有足够的火风水土能量的情况下相遇，所以你们并不需要彼此。你们其实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是一种对抗的能量状态啦，最早期。如果就只有这样哈，如果一开始就对抗能量就只有这样，就只有这个这个就这样，其他牌都不存在，那我就会觉得可能毫无希望哦，就是可能你们这个关系就是一种冤家的状态处在一起。可是当这里的牌都出现了，而且分布在感性跟理性的位置，而且各拿2，而且程度差不多，等级程度差不多，理解程度都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能量或是整个时间感，他们已经看到更后面的东西了，所以并不在意初期的你们这个对撞。他们认为你们的磁场相遇更重要，火花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看得比较远哦。它就像是一体，就像你们两个已经搭上同一台车了，公车了，只有这班公车或这台车可以，这列车都 OK， 必须往那个地方去。那你们所拿到的位置就是在隔壁，你们没办法交换，没有人跟你们交换，或是那台车就只有这2个位置，你们必须结伴而行。你们的目的地相同，可是你就是要跟他一起，即便不喜欢各种讨厌，可是你们就是会相处。经过了时间的相处，内在能量的交换，好坏个性的加加减减，终究你们会成为一个伴侣，终究你们会成为一个旅伴。所以这边才说，至少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就是从这个基准点开始的。而且这个基准点是最基准点而已，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哈。我觉得这组是有趣的啦。我会有这么多讯息，是因为我有深刻的完整体验。盘面上也是不偏不倚的，很符合我，几乎符合我之前所翻出来的牌，所以这个等于是在我可能再重述一次这整个大概况而已哈。那这样子今天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独特了哈，因为对照别人很容易对照到别人。而对照一些人，大家的人生经验来说，会有一些类似的状况。记得一个原则，有的时候你第一次遇到在学校，好像很恨你的人，其实他有可能有2个原则。第一，他可能比爱你的人更爱，因为他经过了2次转换，爱的另外一面是恨嘛，所以他不只是爱，他还转换到恨了，所以他从爱到恨，其实他是有两次的，或是2份量的。这个很难理解，可是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你要感受一下。但是要怎么回来爱，他就必须要倒退的路径，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转换跟特别的事件发生了。好，我们今天第一组牌就可以讲这么多。来，我们来看第2组牌。看来这一组牌是可能我的频道里面讲最久的一次。来看我少翻了哈。来，我们先看一下你们2个是哪种2个心境的相遇哈。这里底牌已经有出，我再翻这里。好，你们这就是这2个心境的相遇哈。
那这个两个星境的相遇，我大致上教一下你们怎么看。你们先看一下色系，好，是否雷同或不太一样，先讲好。然后第二，先看一下季节，哦，看完季节之后再看一下时间，就早中晚就好了，然后再加上午夜，好，季节时间，好，这样子。那你再从里面的图案去想想，它在地球的哪一周？好，从这几个线索里面来感受一下你们两个的心境的距离，空间上的距离，时间上的距离，这样让你感受一下这两个心境。好，这个我很难解释它有什么影响啦。可是当你有这个图案置入到你心里的时候，那份感觉来的时候，你会对照，你会有机会对照哈。好，再来，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直觉上面的路径的图哈，来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这个相遇的门。我觉得很难，很少会让我觉得是这张哈。我觉得这张，我很少感受到，可是今天有特别觉得就是这张。我看一下有没有，这张啊，就是这张。今天是这张哈，这张出现几率真的很低哈。好，这就是两个人通往，我觉得通往更比较友好关系的那一道门是长这个样子哦，或是你们两个真的开始话匣子打开了，可以聊深层东西的时候的门是长这样。好，那我们就这样哈，来，接下来一样哈，用乌鸦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现况哈。近期乌鸦能量的牌，这个能量很强，我们就一直用这个哈。又到有其他的牌在呼喊我的时候，我们再换。第一张，还是一样，你们遇见了吗？虽然刚讲这么多，但还是处在一个你们遇见嘛。可是上一组牌我有说它已经出现了，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确定一下给的是什么。这里说其实你们两个的情感交流已经到了饱满的程度了哈，所以他是早就已经遇到了啦，已经遇到了，而且你们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3次以上吗？我所谓的交手过，有可能是在同一个场合出现，跟朋友一起出现的时候，出现就是交手，他不一定要有对话，他不一定要有互动，不理睬、不对话、略过你都算是一个交手哦。所以你们中间的水能量的交流已经很多次了哈。但他如果逆向的话，我只会说，有出现类似有交流的机会，但不一定有，所以它是出现的，但是它是以一种薄雾的状态出现，所以它处在一种认识，但其实也不是认识的感觉，这样就是你们的能量撞开了啦，知道彼此是谁，可是都没有一个深度的交流，而且甚至你们还会互称彼此是谁的朋友，而不是超我朋友。然后最多只会说我认识他这样而已的程度。来，我们再往下哈。好，我看一下你们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协调了。可是其实你们两个是互相欣赏的，可是已经能量的转换已经是互相排斥的哈。对于本质上，你对他所做的工作其实是崇拜的，或是敬佩的，不一定要崇拜，但是敬佩的，觉得他做不到，他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也有非常多他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们应该算是一种对抗的能量关系，但是没有比较值。比较不出来，因为你们所在乎的东西不太一样哈。那在彼此都在别人的眼里面是做的蛮好的，可是你们之间确实还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互动，不然这个桥是搭不起来的。那他还是会持续在你的朋友圈，在你附近盘旋，这个能量已经固定下来了，离不开了哈。他不会是一个突然消失不见的人，他在你现在所确立的朋友关系里面，除非你自己离开你现在所有的现有的朋友关系。才会远离他，因为他一直在里面，你也会一直在里面哈。但是在以先后顺序来说，有可能你是比较晚到的，所以他在里面扎根或是认识的人会更多这样。
你们在某一种视野上来说，你们确实是对立的，然后确实是会带给彼此很多烦恼的啦。所以这个烦恼要怎么转换成爱情？它需要比较大的事件跟比较大的，可能要革命事件、革命情感的产生。你们要有一种共识要跑出来。现在因为这个东西都还没有要出来，还没有出来，所以其实你们所蓄积的那一个要成为 best friend 或是知心好友的这个能量是蓄势待发的。所以它这个能量要转换成爱情，我觉得这一组比较特别，他必须要先经历过朋友谈心变好朋友、知心好友这样，因为你们确实有一些语言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懂的，可是，在表面的很多的条件上来说，看起来好像没有联系在一起。可是逐渐的时间过久了一点之后，慢慢身边的人会发现说，你们两个是可以对话的，而且是只有你们可以对话的。那例如说，目前在短程、短距离的方式来说，没有直通的路径让你们变得更近了哈。但是有在等待的特别的事件，可是等待的特别事件我没有看到那个时间点哦，但是有那一个已经在准备让你们变得比较好的事件要发生，这样。所以这边可以告诉我说，如果你心里知道有这个人或是你后来开始知道有这个人，这个人真的出现的时候，尽量不要排斥他。你要知道说，这只是一个周程，这只是一周期，这只是一个流程。你们前面的这个能量的撞击、排斥，有一种些微的互相讨厌，这个能量它是一个流程都还很远，都还很水能量各方面距离那个事件，我们讲两个层面，那个事件的本质会让你们突然有心电感应、灵魂交流、深刻的投射，跟对彼此的恻隐之心跟怜悯心同时出来，因为水能量蓄积太久了，它会有一个爆发点。但是以身体的距离来说，要到那个时间点的距离来说，有一个关卡是要有那一个事件才能够才发现那个时间点已经结束了，就是等待的时间点漫长时间点结束。然后另外一个时间概念来说，现在的距离应该是还在最远的，就比如说你们两个的相遇，我们就随便讲了哈。你们两个从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可能是在100公尺的起点，还没有起跑那个点。那你们两个那一个事件点，让你们的关系变好的是在第100公尺的终点，这样。现在还在哪里？现在还没起跑呢。你们现在只是抵达到起跑线这样。所以这组一开始就说这个是比较漫长的关系哈。那但是为什么今天要捕捉到这一个？因为这一个人前面一直在暗示说，你们内在有非常契合的东西耶。只是还没有被看到。他现在先抓到的话，他可能就是我们以今天的角度，以月跟夜的角度，跟我用暗的角度来说，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已经被透析的讯息在告诉我说，这条路虽然走得比较长，可是这有可能是你附近来说能够理解你内心一直没有被听到声音的人，他是最接近的那一个人。所以在以时间的长河来说，甚至有可能觉得你们也差不多快到了那一个要被非常接近的那个时间点，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把它抓出来，因为能量有比较强，能量有比较强所以这里的暗示非常多。看一下这里，我怎么把这张拿起来？拿起来一定有问题。这边有偷偷说，其实最近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见面，你们已经有些微的互动了有一些物理上的调和，有一些互动已经产生某些桥，很轻的桥，或是桥梁已经有开始在盖了比如说，可能它是一个天梯，要踩到那个位置要100梯，可能现在已经有7、8梯已经做出来了，已经找到了。只是它不会自己衍生出来，它可能是需要每一次的接近的时候，用一些其他的事件来产生出来的那刚好现在建筑这一个桥梁跟这个路径的火能量处在一种慢慢消落的，它就很像是一个蜡烛正在慢慢烧到底下，它必须有新的能量要出来。所以目前竭尽所能的已经帮你们搭了比较好的桥了都算是一个好的开始或是好的开端。7
没有，你们附近的朋友的讯息都很杂，没有到目前还没有人发现你们必须要亲近哦。好，有点小可惜，这个是个非常好的能量，可是现在中间的桥梁各方面都处在一种能量偏弱，好像之前已经很多够好的能量已经聚集到你们有几次的接触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创造出比较好的关系，可是它现在在消弱，休息中，好，要等待新的能量出来。来看一下，来找一下解答哈。我们先从一些现实面来解答好了。这一关，看一下这个人跟你现在的整个能量的发展讯号，他是怎么说的哈？这里一张，每次都翻到他，洗了这么多还是翻到他。这里有一个报告讯息啦，可是他还是处在一种，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关键的门，好，把它看出来。然后在这边有一些解惑的东西，已经有开启某些讯号了哈。这张牌在说，其实在比较远的远方的地方哈，有其他的能量正在清理你们两个之间能量对撞之后所散射出来的一些残渣，就是说。我们就这样讲好了。你们两个人是两个玻璃球的对撞，对撞之后，可能整个玻璃球不会碎掉，可是会有一些碎掉的碎片掉在地上，它会成为地上的一些玻璃尖尖的，踩到会痛，踩到会有伤口，踩到这个意思就表示说，如果你们执意的要很靠近对方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厌恶跟更多人的讨厌。可是因为两个因为知道再往前走，能量上觉得再往前走会踩伤，或是不敢往前，所以你们其实一直在保持这个距离，懂吗？如果你要我用物化、凝态化的方式来形容的话，我跟你说是这个样子，好像也不是凝态了，凝态是另外一个意思，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在具象的形容上，你们两个有某种奇怪的对抗能量，它就是那个坚持会受伤，或是不喜欢，会害怕。那这里的能量在说，在比较远的地方，以乌鸦的讯息来说，已经有在清理的其他能量正在帮你们中间在清理，所以你们有越来越接近，也表示说这里说的你们最近已经有某些接触，已经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比较好了。那个惧怕跟那个玻璃会赤脚的、会流血的东西已经变少了，所以不容易踩到，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清，它没有办法清的这么快哈。来，我看一下，我还没有解释这个哈，我还在翻，我还在仔细看哪里要翻哈。先翻这两个好了，这个也可以。好，我先看这里。这里说你们彼此之间有误解。所谓的误解，就是说他听你的事情跟你听他的事情的讯息是不对的，都不足以代表这个人。所以，或是你其实没有好奇他，可是在别人的语言里面跟你形容他。是有误判的，并不是真正的他哈。那这件事情现在在你们之间，所以其实你们对彼此的印象是有偏颇的，是不对的，不是最真实的。所以也难怪啦，到最后你们发现你们能对谈，然后变成能够聊天的时候，才会知道彼此真正的自己是能成为好朋友的啦。所以可能现在这个状况就在这里哈。好，那这张说。这章在讲整个核心，在讲说亲近的聆听很重要，在聆听当中。所以乌鸦的讯息来说，从这里一些告诉、传达讯息来说，现在还在找路。我只能说还在找路，还在观察你周边各个人的现况跟他们的路线，还在找下一个你们会比较靠近的时间点，还在仔细的感受，还在仔细的聆听，什么时间点跟你们的遇见比较好，这样，甚至能量上会促成你们再更进一步的接触跟对谈。我认为在下一次或在下一次，你们就会有比较多句的对谈了，会比较能够交流，但是还是很浅，没有特别多，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有步步的靠近，
哦，来，想法是这张其实没有特别啦，因为这张多翻了。他这边这张也在说是现况正在评估中，要找哪里好，所以这边都是一样，这边一样。真正问题点在这里了，你们中间有一些错误的讯息，对彼此的想法讯息都不是从对方口中直接出来，都是从朋友那边传达的，所以有误差了。那这2张都来说都还在流程中，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哈。在聆听讯息中，在侦查中一样。那恶魔的讯息是这么说的，所以还在进行中啊，在进行中。好，那这个就不用太多翻了因为大概知道整个现况是这样。好，来，我再去定义一下好的东西，我们来定义一下好的东西我记得还有一个好的东西，这里对。这里说，他这章啦叫做选择解答与诱惑，表示说他目前困在很多问号里很多问号里。那这个问号很符合这章说的，就是为何会有问号？因为答案都没有出来，现在所出现的答案都不是真的，所以问号是提问到底在哪里？提问在哪里，而不是答案在哪里？提问在哪里？提问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做朋友？提问是为什么他们不打招呼？提问是为什么没有人帮他们2个做正式的介绍？就这样。提问是为什么没有人关心他们不对话？很多是这样，现在都处在这一个里面，所以还好。我觉得这都只是非常临急的行动前的临急的一些状况。慢慢就排除了啦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就是有关系的没关系，就这句话好，来再来看下一个。这边说了一个比较深层的东西这2颗灵魂，你跟他其实内心有一些深层的东西需要互相拯救啦，需要互相救赎啦。看来你们这一组的相遇是有任务型的它不一定是爱情的，我觉得它是有爱情的啦，因为我觉得当你们深层的内在的东西爆发起来的之后，那一个爱恋会跑出来而且我在上一组牌是不是就说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事件是类似革命情感的出现之后，你们2个能量才会靠近，我是不是这样说？这里说的就是这个，你们慢慢会发现你们彼此能拯救的心里的某一块，只有彼此先理解，然后能体认，能拯救。这里说的是这样，那就不差前面的等待，就不差前面的这一个慢慢的靠近，因为很简单，这2个灵魂撞了却没撞开，一直在同一个范围里，就表示它一定有重要的连结啦，或是一种必须的连结。我来这边怎么都是这些啊？好啦，他说现在这个流程、这个等待跟你们的这个误会，这方面都是一个痛苦的经验的必要形成啦因为这个必要形成需要换来一些新的智慧跟更上面的智慧。等到你们得到那个智慧之后，每一次的更靠近之后，在那个智慧可运用的等级跟允许之下，或是你们理解那个智慧之后，这些小事情、这些障碍，你们为什么不对话？你们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为什么有距离？这个方面就慢慢的就没那么重要了，它就会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对话一天一天的就会到达那个位置。好。这组我觉得我没有觉得特别难啦，我只是觉得比较远比较远。这2个人也不能说你跟他也不能说是非常靠近然后我有时候就拖出到第3人称，说这2个人，也不能说非常靠近，可是你们现在跟某个圈子的朋友有紧密的连接，你跟他没有特别紧密的连接，是跟里面的人有紧密的连接，这样，所以你们脱不离不开这个里面，所以这个人跟你是要熟不熟的，那记得现在你们2个中间有一个幻觉，有一个trick 戏法是磁场不合，
现在是这个情况。好，差不多。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点的问题哈。天使时间点我就只能抓半年到1年这个范围里哈。2个时间点你们有可能有比较更好的对话哦。来，如果2张牌的时间很近，我会再抽1张，直到抽出比较远的那个位置，我应该这样说哈。来，9月第1周快结束开始，好，来第2个，11月底，就这2个时间点，算近吗？还好，这不算，这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哈。好，来动物灵我下次可能会找一些更深层的牌哈，可能会再比这个动物灵卡再更深层。可是我看最近这个动物灵卡，好多人在用哈，好像似乎大家接受度比较高，能理解的东西比较高哈。那我会尽量把这个动物灵卡连接出去的讯息同时讲哈。3张对你现在生活的提示哈。我发现我少翻了一个东西，难怪我觉得少，没关系，我先把动物灵翻完我等下再帮你翻。来，动物灵，先3张，我先简单解释一下。好，第1张是说最近可能有遇到一些小问题哈，别担心，你会克服掉的哈。然后你能克服掉的原因是，除了你想克服就会克服掉之外，它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还有你旁边有正负能量正在协调中。不会偏激，不会完全走坏，也不会完全走好，它会协调到一个正常值。所以最近你生活上、工作上有些东西要克服，它要克服掉了哈，它自己要克服掉了。好，这什么？这写得很不清楚。最近有些事情要从坏事情升华到比较好的位置了哈，跟这个差不多的意思。再来。最近有需要你正负能量交换，请多做善事。好，通常我说多做善事的点，我都会跟你说，没有要你主动去做善事。可是你网络上、手机上看到有一些善事，捐钱捐给狗狗、捐给老人、捐给任何，不要排斥它，不要对那一个机构有特别的感觉。它出现了，你不一定要捐钱，你不一定要捐献这些，但你尽量不要少做一件事，就是分享。你至少分享，你不要略过它哈，至少不要略过它。好，来，也就是这些。来，我发现我少做了一件事，我忘了帮你们少翻了那个你们灵魂的位置你们灵魂的位置，那我用这个翻。果然这一组是我目前频道讲最久的一个。没有，我之前有讲过快1个小时的，但是快1个小时的那个好像是过年特辑。来，等等这里你们灵魂以前是同一个家族了。以现在的说法，就是灵魂家族在同一个附近哈。那如果你要换成我的说法的话，我会觉得差不多在同一个象限哈，就是整个宇宙来说差不多的象限。然后你们有曾经友好过，你们很了解彼此，可能有曾经成为家人过兄弟姐妹哈。然后协调性非常高，非常熟悉。非常熟悉，也难怪前面说了这么多，第1副牌、第2副牌都有说，你们很快在灵魂的契合度上面就有一种爆发开来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值得期待的啦哈。那只是现在的这个流程，你们就当做是这一次的灵魂相遇的一个课题一个功课需要做一下。来，把其他的讯息我看看有没有哈。应该换一个亮一点的牌，没什么大问题了哈，就是路径偏慢的问题哈。现在是看不到彼此就对了。那你们的互补性高吗？我觉得你们会用熟悉度来互补对方哈，不是技能上或是星座各方面的。你们对彼此后来的灵魂各方面交集一出来的时候，你们那个信任度大过任何
任何所在行的事情的互补上面哈，主要都是在信任上。即使两个人都不擅长，两个人会努力去做哈。那有两个心灵开启的时候，或事业开始往爱情的方向走的时候，你们连生活都要从头开始练习，你们会创造自己的路径，然后会比较特别。但是总观来看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到后面，节奏都是比较偏慢的，比较温的，比较慢的哈。也主要的缺陷是在于，因为你们灵魂的相似度跟认识已经非常久了，所以惊喜少，所以会变得慢慢温温的往下走，就对了。好，那就这样哈。2号牌的朋友，希望得到很多讯息哦。然后这个路径我觉得算是抓的蛮清晰的，只是比较没那么浪漫，就对了哈。需要等待跟慢慢的琢磨这样。那这一个人。我觉得2号牌里面，我有发现好几个故事的投射有出来，所以2号牌里面有好几个人正在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哈，你感觉一下哈。好，那就这样哈，那乐观期待吧，祝福你们哈，谢谢你们来听。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这里哈，我很喜欢这张牌，它有一个很奇妙的转换哦。好像从现实回到梦境，然后可是遗留了什么在两照之间哦？颜色也很不错，那一个月亮的亮度哈，他们所调的数位调色的那个亮度也都很完善哈，直观上就觉得这张牌很对我的心境哈。来，那我们一样今天的题目哈，月与夜，心里梦想的那个人来了哈。来，我们先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能量上面来寻找哈。今天3组牌都很特别哈，然后3组牌算的时间也隔得有点远哈。其实我只记得有点特别，有点难哈，有点忘记内容。来第3排，第3组来看一下哈。那我们一样先把月亮能量翻出来，这已经分成2组了哈。一样这张。这是一个非常加分的关系哈。然后遇见彼此前后，你们有人有一个重生的状况哈。在我所经验过的一个案例，就是我曾经帮一个案例翻到这张牌的时候，我对于他们的灵魂的解释是说，你先生在遇到你之前，和遇到你之后，在一个很快速的阶段里，他的心灵有一种完全重生、复活的感觉。重生，但是还不到复活，就是一个心理上的重生。好了，他也可能是复活的状态。他遇到你的时候，还找不到那一个边界跨过这样。那我跟他是这样说的。那对方说的确是，那内容我就不说了，就的确是。所以在这章我翻开到金星能量的时候，我就非常相信说，应该说在好几次的验证说，你们2人至少有一个人正可能处在一个低谷，然后遇到了彼此，这样对他来说，他已经在缓缓的上升、爬升了，就差剩下一个人的伸手，或是一颗心的支持。或是在更多的一个向往，然后你们在那个时候遇见，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他。所以以你的角度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低谷的话，也就是差不多你正在吸引他的能量出现了这不是一个交换，而是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讯号跑出来了所以你现在如果在一个低谷的心情上，无论是爱情或是能量上，你都要开始慢慢的转正了，因为也差不多要转正了。你也许没有爬上来，可是你的心灵上有缓缓的上升。下面山谷底下有气流正在把你往上吹，那你所能做的叫什么？尽量放松，让自己轻盈的顺着气流往上。后面也许会有别的拉力拉你，或下面这个气流就是那一股拉力。然后你会到了那一种稳定的分界点之后，你会发现你已经不一样了。也许不到重生，也许不到复活，但你会发现你已经不一样了那这是一张很好的牌。当然，不同的人解释会完全不同的。这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在每个人所期待一些事件或事情要发生前，前后出现这张牌。那对于爱情来说，我觉得新视野、新的状况、新的升级、新的觉醒，会在你跟他之间会发生。初次见面，这里让我发现有眼睛
一亮的感觉，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好奇想要深入、想要去摸索、想要去探索彼此的很深层的向往有。那个耳目一新有包含着在眼前这个人，他比较不像是符合你原本已经具体想象的那个人的样子，他比较符合是你遇到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新的觉醒，就是这个人原来是我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的完整样貌、完整形象的出现，很特别。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 in person， 就是亲自的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身心灵在某方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爆破成长哦。这个人会给你这个感觉。它会让你从梦里醒来的反面，从现实再进入一次梦境。我都会认为有的时候梦境更真实，只是因为它太容易被遗忘。有的时候你们会认为现实很真实，然后对我来说，它只是容易被记住。两边，你确定哪边是比较真实的吗？真实的感觉有时候只是多了各种的五感啦，有触感，有什么？可是梦境里没有嘛？它只是容易被遗忘哈。梦境里不真实，是因为它没有逻辑。那现实生活里也有逻辑嘛？很多事情的发生，前因后果完全看不到，很多影响你人生的路径都在你看不到的位置发生，影响了你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对你的现在给你的决定里面所发生你所无法看见的人生变化，跟他们私底下的决定之后，才给你了你这个你所知道的这个决定前，那些东西有逻辑吗？你理解到吗？哦，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人的出现会有一种在掉入回梦境的感觉，很多东西都不合逻辑，可是很多东西都很舒适，很多东西都很 pure， 很多东西都随着心意而走。你其实能控制梦境的，可是，在梦境里，我们就跟现实生活里面一样，很多时候都随波逐流，很多时候都顺着感觉走。但是在梦境的时候，当你意识到梦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反而想要靠意志力改变，因为你的意识明白这是梦境。好，这一段话有一些小智慧，听得懂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我们再回到更浅一点的方式来说好了。这里其实是在说啦。他对你跟你对他都是双向的哈，那个突然眼睛一亮的感觉很久没有出现了，我觉得在灵魂上也都很久你没有经验过了。你之前遇到的人，很多的审核，很多的判断，都是在于你之前的恋情或别人的恋情、爱情故事、看电影或什么的影集的故事里面的逻辑，整合出一个你觉得对的爱情的逻辑。可是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你跟他讲话、各方面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逻辑、跟那些害怕、跟那些经验跟挫折，可不可以都先不要管了？我只想要先感受一下这一个深刻的感觉是什么。你们两个会有，所以你们在初期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有很近的感觉，可是还是有一些理性正在帮彼此拉开距离。但是我有感觉到对方对于你的感受有越来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想靠近哈。但是你们中间还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能量磁场正在保持距离，就像你现在哈。把两只手这样子放在你胸前，这样子拿着，你会发现这个中间其实有一个东西在气流。有很多人说是那个气在流动，可是你仔细看，其实它也算是有一个东西正在阻挡。我觉得你们两个在靠近的时候有这个感觉，温和的，小小的呼吸加速哈的语言对话破裂的。没有你原本跟人对话的时候组织的更好。如果当下喝一点酒会好一点，但是完全没有理智状况的话，会没有。眼神很难交流，眼神很难对眼睛跟对眼睛有一点避开，因为力道太强哈。这边偷偷讲一下，如果你跟一个人讲话，你很想看他，然后什么，可是他的眼神太强，你无法跟他眼睛直视的话，你可以看他的耳朵或是肩膀啦，不要到眼睛就到眼睛后面眼尾附近的东西就好了，不要看到眼睛不太会被发现。或是你可以看他的后面你看着他眼睛，可是你的对焦在后面，这样也可以啦，这样让你比较放松一点。好，那回来这里，你们很想靠近了哈，因为他有一些很强的灵魂状态的连接跟
贴近，是因为在遇到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稀罕的状况。这一次的见面有一种太稀罕的感觉，它不到珍贵，但它有点稀罕哈，就是类似问号，这是谁？这哪来？他是谁？这样子的讯息有比较多，那就是差不多是到了你们的边界，就是我刚说的有一个段落边界，或一种复活重生的感觉，那个边界差不多了。因为它就是一个新的旅程哈，它不像愚人牌的新的旅程，可是它确实有一种跨过前后，我要排除旧的感觉的那一个分界线会出来的，很明显哦。好，我觉得这一组金星能量我就先到这哈。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里，这个我等一下再翻。好，先翻好了，然后这个我要翻这里。好，你们在很早期，不是说很早期啦，很初步对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会很轻易的，也可以很自然的就交换彼此某些痛苦，节奏很快哦，好像突然很长时间的一种生命里面的痛苦跟挣扎、挫折，这些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分享了耶。因为你们在几次的对话里面就发现，你们有这一个语言模组，对于世界、人际关系、生活，从以前走到现在来，很多小痛苦憋在心里的，突然有人能接你的话，他还已经超越了听你、听到你，他更多的是能接你的话，就是你就说什么哦，我之前啊，然后他就马上会说，对对对，是不是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说，对，就是那样子的事情，你有遇过吗？他说有什么的，你们对话的节奏很快，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假装了，比如说去看展览或者怎么说，就说哦，之前有一个大家都没有什么不想去看的展览，是你就很有兴趣，然后就直接就跑去，然后就看了感觉，然后他就跟你说，对对对，那个我那个时候也有去看，然后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我好想去，可是那时候错过之类，你们会有这种很奇妙的某种已经在你的生活里排除对外发表的声音，你也不会在网络上写，你不会跟任何人说，你感受到了就把它收起来的声音，突然在这个人身上可以对话了。而且这个对话还充满了魅力跟性感，脑子里的，喜欢他的声音，很奇怪哦，那不是他的音色、声音、讲话的那个磁性，不是，而是造句的那个节奏感哈，那个口吻哦，但是你们的所有的聊天的愉快的往前的进程哈。我觉得都脱不了伤感、悲伤的路径。可是这伤感、悲伤的路径并不是不愉快的，而是其实带来了某种快感，就像去看莎士比亚的剧一样，期待最后的一些悲剧爆发，类似这样子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悲剧，其实多多少少每个人都在期待更惨的事情的发生吧。那这个投射是什么？就大家心里有各自的答案。你们的这一组有一种终于被有一个层面是终于被看到，但有一个层面是终于可以表演出来了，表现出来了这个心境的一个投射哈，也不是投射，就是对话很搭，很吻合。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无关任何场合，跟大家一起或什么的时候，你们就立刻聊起来。旁边的人都会发现，的朋友都会说：“这两个人怎么第一次见面就聊起来了？”这样。然后在基于不同的星座各方面的时候，你们所表现的两个人的聊天的气氛会有能量大小，或是展现出来比较嗨或比较不嗨而已啦。可是内在的那个交流连接都还是非常深入的。那你说这两个进入到爱情这前面这一段，我觉得不会那么快，因为你们前面这一个交流做朋友、做好朋友、做有点像知心好友，看看慢慢走入进入知心好友这一段时间，你们会把它预留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这个前面的快感跟脑内的高潮真的比较丰富，也比较长，它会变成在一起。只要你们开始感受到对生命生活的约束拘束感不见了，你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在一起了。但在一起不是你们的目标，就是讲错了，确定关系不是你们原本的目标，可是要能够时常在一起是你们想要习惯的事情。
好，来，我们再把其他牌翻完。好，先说比较差的点。你们的澎湃的感觉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发展。你们两个的交流各方面还是偏冷静跟偏理性你们一直维持在两个对立跟平衡的状态，所以也难怪你们要进入到确定关系这段前面要走蛮久的。但也还好啦，因为你们很奇妙，你们两个人对于彼此的智慧、生活经验、各种故事所吸引着，让你们两个牵连的时间非常长你们很快就会进入两人世界，活在自己的世界约起来了在你的周遭朋友真的会认为说这两个感情怎么好这么快？那你们对彼此看着彼此，会觉得这个关系绝对不会很快就结束，它可以很长很漫长这样。先说，即便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是各自有人了，但是你们还是能够维持朋友跟好朋友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无约束的，所以我前面才会说，如果你们两个确定关系的话，必须要先确定你们身边的各种状况是无约束的，你们才会进入确定爱情关系。这是我刚前面说的。因为我有看到你们这份关系，它不一定会在你们单身的时候遇见。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看所有的观众这里的取向都是单身了所以只是我再多点一下了。然后因为也许等一下发展的时间它不是最近，它可能是半年后或1年后的，所以你中间也可能会跟别人小交往或认识一下的时间，所以它这个状况会出现但它不影响任何感情的发展。这个人本来就有一个跟你会有一个很厚实的关系连接。记得我刚刚前面讲的，确定关系不是你们的主要目标，而是喜欢在一起聊天，聊很多内心的东西。这组很有智慧，很有智慧，算是有两个蛮有智慧的相遇啦。我看一下一些方面什么意志的话，你们个人的自己空间。自己独立的思维，自己的时间轴，自己的生活时间表，不会互相影响，也不会刻意的搭配，也不会刻意的去吻合对方，都走在自己的时间线上，但却有非常完美的协调性，就变成说谁跟谁需要约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总是有时间，而且总是能在你们遇见的前后的时候控制的还蛮好的。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比较远的是，如果你们两个以后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生活概念跟时间感各方面都控制的非常融洽，不太有任何问题一个有事出去，一个就去做自己的事情，那一个人开始无聊，另外一个人就会来填补，这种你们的时间感各方面都非常融洽。但是未来在不在一起，你们都能够保有自己的时间感，不需要谁配合谁，也没有想要谁配合谁，也不会强求这件事情。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还是一直很丰富。即便有一点点压迫、被限制，其实只要慢慢的聊天破，才发现说其实没有发生，那是这里倒吊人牌所发生的。它发生了什么？当你们两个越来越近的时候，会想要多为对方做什么，而他的同一个反面就是也希望对方为自己做什么。这个可能会成为你们中间的一个小心魔跟魔障，因为你们本质上不太会去要求别人做什么，可是那一个期待也等于是要求，他会在心里产生某种小小的心魔，然后他就会变成反向的是自己要去为对方做什么，而不知不觉或是在无知觉、无意识的方式，却自己期待了对方也为自己做什么，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就是突然发现，好像自己的自由是
需要去争取的。那怎么争取？就是给对方自由而换来的。其实这个是你们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会发现的误解。那这个东西会有一次的出现，可是你们沟通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其实你们都是互相给自己非常大的自由自在的空间，这样子。这个是要到后面真的比较黏腻，要在一起或是要确定关系前，感情更好的时候才会发生啦哦。那个是必经的一个小罩门的，需要一个调整哈。这点我觉得也可以对于你们未来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记得要这样想，事情有反面、反面这样，他会反面，然后他会再返回去。哦，就像6跟9啦，69，你反过来很像96，对不对？这是一个反面，但反面回去变什么？一样是69，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反面去看事情，忘记了我们原本是在69，可是我们会用96去看事情，因为太像了，你分不出来，所以要变成有一个讨论之后，你才会再从96换回69，你才会知道说哦，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我这个角度我反向了，让事情是从反向的方向发展了，思维从一个方向发展了，所以我常说，坦然的去沟通，你会发现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因为你只是看事情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换了。那为什么会换了？有时候就是因为做梦的时候影响了。哦，你做梦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感觉进来，你会突然有一些新的思绪在内在消化，在潜意识去影响到无意识的地方去消化。好，这组还有很多东西，我再看一下，虽然已经讲很多了。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其实内在有一种很遥远的安全感，应该是说可以走得很远的安全感，就是说，好像两个人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内在有这个想法之后，彼此就有蛮多的计划，彼此就有蛮多的连接，这样，所以才会一直很想要在一起。那一种全新的感觉在这里出现了3次，这里，那一种对未来有一种全新的想法是出现了3次，而且都在不同的能量上哈。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果硬要说我觉得有缺点的时候，看太远，你们还是要再着重一下，最短时间内你们能做什么事，你们想做什么事就好。你们彼此有可能聊事情也会聊太远，忘了当下可以做的小快乐到底在哪里哦。这就是你们两个的，因为如果你们每次见面都聊一些不太附近的事情，离开的时候会有一个空虚的感觉会掉下来，它会让你们回到所谓的又不被了解的空间里了。当然，它有好有坏。好就是会让你们会更想再遇见，更想再约见面，会更想再在一起。可是这个高低起伏太高了哦，所以慢慢的要拉回去，就聊周遭的事情就好了。哦，好，这个只是当你遇到的时候要给你建议了哦，或是你未来遇到爱情的时候给你一个建议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很近的朋友，常常聊一些很难、很远、很令人向往的事情，然后大家听了都很有快感，大家听了内在都有一些感叹，就是说，哎，如果以前也是这样做，为什么现在这样做？然后未来可能要这样做，能做到这样多好？这些东西都有点太远，聊起来会有快感，彼此会有共识，离开的时候却会换来更高的失落感，因为它会有一种很强的正念，让你以为突然人生又充满希望了。可是离开这个群体，耳朵没有这些声音，没有这些交流的时候，过一阵子的时候，那一个低谷又跑来了，因为觉得好远哦，我做不到，所以才要聊比较多现实的是，我们做得到，我们实际能分享的经验，我们实际能做到的一个小目标。这样在分享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我再努力一点，我再跟这些朋友再讨论一下，我们就做得到了。这样子你才有比较强的扎实感，慢慢的趋近于更大更远的东西就好了。只是中间变空洞了哈，就会变得比较。我是害怕常常自我生气，然后对自己生气，对自己失望，或是对自己自责了。尤其会来看身心灵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心灵都很敏感，对于暗跟亮能量都很敏感。尤其很多人会刻意回避亮能量，只有在翻牌的时候、私密的时候、1对1的时候，各种卡牌翻开的时候，才好像找到了某个浮木，突然
把自己很多事情看事情的角度都用黑暗的角度跟挫折、失败的角度去说出，但是平常对于其他人的时候却完全不说出，哦，这就是因为失衡了啦，失衡了，好，所以为何说这个？因为你们这组爱情可能初步太过沉溺于某种交流的感觉，初期会有点偏激，会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了哈，因为节制排出在火星了哈，我觉得应该还好，有受控哈，可能就是我自己鸡婆多提醒一点哈，因为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在这个命题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把那个69跟96这个东西想一下。好，我觉得这组差不多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见哈。你要用创造关系来讲，这个能创造出非常好的关系的一组，是有更高远、更大、更有品质的关系。它爱情的关系只是被包含在里面而已。来，那这里好吧，这里就先这样哈。来，我来看一下，看一下你们一样哈，翻一下2个心境哈。好，我翻出来之后，我再教你们怎么看这2个心境。应该每次都会讲啊，因为永远都有新的观众。来，第一个心境哈，没有是谁的哈。来，第2个，来，这是你们2个心境的相遇哈。来，从我们观察，第一，先观察它是一天里面的哪一个时间，好。第2，观察一下它是1年里面的哪一个季节，好。第3，然后观察一下，在整个地球来说，它可能属于哪一周，哪一个气候区这样子。好，你大概就这样看，就大概知道你们心的距离，心情上，然后心境上的距离是否吻合、适合融洽，差不多，你就会知道了哈，是哪个内在的相遇。好，这里先讲，来再来通往你们2个相遇的门，我用我的直观的直觉来选哈，看一下，我觉得就这张牌的那个，就这张了。非常符合，但如果门是这个，这个好了，这个门的话会更好，也可以是这个啦，就是这个火焰，这个门的形状，但是门的颜色是这个。你大概知道这样子叠上去，火焰在这个，这要再更大，像这个门的形状，所以是3个的融合，让你感觉一下。我觉得你们相遇的整个通道大概是长这个逻辑，好。好，目前是这样哈，来放这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乌鸦的牌哈，来看一下你们的现况。来，遇见了没？通常都是遇见了没，这是大家最关心的。然后再看看现在到底在哪距离哈。来。先盖这里。突然很安静哈，我刚刚进入了很深度的沉思，忘记我在拍影片。我看一下，等一下哈，因为我发现有一讯息，乌鸦有报讯息来有一个灵感的开窍的牌哈，还没有遇到，还没有遇到，然后才刚开始前进才刚开始前进，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我讲一下好了，你们会在早上的时间遇到，但是现在还没遇到，清晨时分更早
9点以前的清晨时分遇到，可能还要再更前。有一个英文就是morning after 哈，差不多就是很接近清晨，好，感受到清晨之后的那一段，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子看，只用一个最直观的，我觉得很近，很近，很近，因为我蓝色的清晨的一种遇见，激进脚步，少人群，偶然遇见，这个讯息有很明确。看来你们有可能是在一个吵杂之后的遇见，好像不是在吵杂之中。这个我等一下再，因为这一组的讯息出现的画面非常清晰哦，也不流逝哦。好，那而且能量是直奔彼此而来的哦。来，我看一下其他的。很奇妙的是，你们很近了，可是有蛮小的机会，因为彼此的心情处在一个低落的状态，而错过了彼此出现在眼前的那一个瞬间。可是它跟我前面的感觉有对冲，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在之前的时间。就是说，你们相遇之前，应该会有遇到一个想要排除或是回避的低能量的状况，可能是朋友或是自己的心情，然后进入了个人化的空间的时候会遇到，所以这一组很有机会是在你们两个独自的范围里面遇到。可是我这边有一个讯息是，你们应该是已经认识的状态，或是已经知道自己是谁，彼此是谁的状态。那我讲一个有点类似戏剧场景或电影场景的状态了哈，它有可能类似哦，我是说类似，不一定只是这个，它有可能是你们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是晚上跟朋友去喝酒，结果大家解散了离开了哈，你还是在非常清醒的状态的时候离开朋友的时候，然后又遇到了他，他就是你刚刚在跟大家朋友玩的时候有遇见的人，然后大家只是轻巧的介绍，没有什么任何的交谈，可是你们会在比较安静的空间里，我形容的安静的空间里，舒服的安静的空间里，是春天结束后，夏天快要来的清晨，还凉凉的不热，可以穿短袖的那一种清晨的遇见哦，非常安静，非常安静。街上没什么人，还是处于一种比较蓝蓝的，却没有橘黄色的亮度的那一个情况，但是已经准备开路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开哦。如果是比较接近夏天的话，它就是已经开路灯了，可是路上还是暗的哈，或是天已经有点蓝蓝亮亮的，结果路灯还亮着，好，准备路灯要关这样，类似这个状况哈，好，我再看一下这那你们应该在某些场合看到彼此的时候，有一种很轻巧、很淡的感觉。在对话之前，就是这个人看起来还不错，然后可是没有任何机会去接近哈，那就会有留下印象。然后留下的印象是有喜欢的，在你们非常接近的时候，水能量已经做一个高度的连接了。也有机会在那个很吵杂的当下，你们就对话到。可是我觉得还是太吵了，不太适合做深度连接，因为你们刚上前一组牌，你们需要很多的深度连接嘛。所以这边翻到的那个极静空间，不能说极静，够极静的空间，我觉得非常吻合你们，所以他这边有做出一个这个搭配。那个极静空间是在这张太阳牌跑出来的。这张太阳牌大部分时间都是给予我昏黄、昏黄哈，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昏黄。可是难得给我看到的是 morning after 清晨那一段，所以我觉得非常特别哦，很少这张牌给我的是蓝讯息、蓝色讯息，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瞬间告诉你们，路径都很好，上中下路径都很好，所以你们只要能量很靠近，你们的遇见是理所当然的。从乌鸦的角度，乌鸦观察的角度，乌鸦
侦测的角度，先行侦测的哈，都有说看到了前面的路径，来回报，来抓好去来回报哦。而且还有其他的力量在未来的路径已经做一些调配了。也就是说，即便你们还没有遇到，可是你们好像已经差不多走到差不多的时间轴里面了。如果是我在期待遇到谁的话，我会非常想要遇到这组牌，因为他所带来的情境是安安静静的，然后彼此内在的声音是大声的，呼喊着对方的交流，这样。你们只要非常靠近的时候，就很难脱离彼此的存在感，就这样。好，这里非常多好牌，几遍面时候，心里所期待的好事也会发生。我正在刻意的去寻找弱的位置，这里没有，这里是完善的，这组牌是完善完整的，没有破口。没有破口的情况来说，我用这个来翻。翻我还没翻开的好位置，不对上面的牌翻，我还没翻开的牌正点这里，再来这里，好，我先看完。这边说你们的能量连接从很远的角度就已经连接到了。所以这一次的遇见跟这次的靠近，就只是连接到慢慢收到了而已。所以一切都是要顺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且在遇到的时候，一些杂质或阻碍早就都没了，早就都过了。所以才比较像是这里说的，很多东西都在清理、清扫中了，已经清完了，差不多了。要遇到了，已经是最后末端了。那这里说。你们原本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你们本来的人的个性啊、工作啊各方面，其实你们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边有说，人际关系除外之外，你们原本所待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产生这一个绝对的对立性已经非常久了，所以才说这边有两个端点这样。也就是说，这两个端点，你们两个连接到了，所以不一定有要回来，已经有可能这样子协力这个状况很久了，然后终于才说回来了，不需要使力了，不需要造成平衡了。这边说的是。这一个平衡维持你们两个有一个稳定的距离已经很久了，而且是需要的，已经很久了，已经过了很多的爬升、旋转来前面的时候，有经过非常长的时间，你们两个能量之间有一种理解，互相理解这状况的能量，或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说，如果能量的相遇搭配它一个审核机制，如果啦，我们用这个方式你们比较能理解，他花了长时间的时间审核完之后，发现说好，那你们可以靠近了。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前面花了蛮长的时间，所以才会遇到说能量内在的东西连接就非常好，好，很完善，让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来，那我来还是一样从比较暗的角度去看一些正在发展的讯息，现在的状况譬如说3个路径现在都说有通会让你们遇见，可是在我的解答里面，我是觉得还没遇见啊。那3个路径上，为什么还没遇见的3个路径？我看看他有什么说法。先瞅上，直观的说还在找路，这边是说还在找路有路。但是还在找路，来我对称一下后面这些。如果乌鸦是说已经看到前面的路的话，看来路还在生长中。你们相遇的那一个路还在生长中，可是应该是说路有啦，但是方向有啦，可是清晰的路径还没有出现。然后你就把它想成是说，你原本熟悉的路可是因为太久没有行走了，它长了一些芒草、杂草这样。那第一个走的先锋的人，他可能就要去
把那个芒草压，或是割掉。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把那个人走出来的路径先走出来，这样。它这个找路中比较像是说，能量现在正在把那些芒草压出一条路，让后面的人，尤其是你走过来的时候，知道说，哦，在这个芒草堆里面，这个是有人行走的，走这条路就没错了，因为有走过，表示前面是安全的。这个找路比较像是这个概念哈。好，这边也说哈，就是这个在说灵感正在获取中，它不是寻找中，它是在获取中，所以它现在有点像是聚集能量了。我觉得它也比较像是这里了哈，也就是在整理。我觉得这里有好几个都在说在整理中，应该是说，我们就把它用成我这边最常用的，就是先在等雾气散掉，再等雾气散掉。路原本就有人走过，路本来就看到，再等雾气散掉。那为什么不忙着走，反正已经着了？没有，因为它比较好走，比较顺着走了。哦，所以我才前面一直说还是太吵了，需要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你们内在心灵的对话。原来我觉得那个吵是因为这边还有很多东西，譬如说这个雾气正在不够清晰，让人觉得茫然的东西。那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耶，这边讯息是说，这张牌内在比较多，请你拥抱人群啊哈。虽然他的恶魔反面不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它转一个转换说法，说再叫你拥抱人群。这个讯息走下面，它还蛮吻合我刚刚前面说的，在吵杂或是一个大家相遇之后的一个安静的空间。所以它这个比较像是一个药引子，你必须要先去人多或者跟朋友出去之后，而离开之后的遇见。它前面有这一个事情，所以它没有前面这一个嘈杂，似乎不会衍生出你们的遇见。好，回顾到刚刚的故事里，那一个嘈杂里面，似乎是一个留下印象或是建立存在感的一个事件要存在，必然的哈。所以恶魔的讯息透露了一些比较下面的讯息，就是这些哈，你可以整理一下。这组很清晰了，我觉得这组算极高度善意的。好，现在还看不到，现在还看不到。好，灵魂上，好，你们这次灵魂的相遇应该算是第一次遇见，而且是完全不同性质结构或是不同象限，距离有点非常远，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你们是两种国度的灵魂的第一次遇见啦，所以才有点跋山涉水的要去遇见，有点开发自己的心灵的角度，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如果要从心灵契合角度来说，你们在自己的国度里面遇到的事情跟心灵的成长、受到的教育、受到的文化、受到的能量的培养差不多，只是你们来自很遥远的不同的国度，就这样。哦，它是一个遥远的灵魂伴侣的遇见，但是角度上是没有一定要遇见。可是因为可能彼此能量牵连，刚刚那个牵得太远了，也花了太多时间去审核、去确定之后，这次真的要相遇了，这样，所以我才说你们这一组从上一组牌看的，就是说这一组以创造关系是更强大的能量，而爱情、恋人这关系是包含在里面。好，来，我再翻一些其他的小细节哈，影响不大，但我看看有没有破口或是少说的。先到这里就好。一样跟第一张牌、第一组牌讲一样，你们的生活独立性跟给彼此的自由空间、自在感还是很充足哦。然后你们有自己的生命能量，有自己的生命泉源。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交换跟分享，不会依赖对方，也不会要求对方，也不会限制对方，是很好的一组搭配。所以这一组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创造关系的一组哈。好，那这个时间点在哪？你们能量最靠近的两个时间点，我给你做参考。那这个翻开有机会翻开，已经在看牌时间的过去，那过去就是下一个时间。好，来，12月初，9月中，好，那就这样。来3张动物灵卡哈，给你最近生活的一个
我突然发现这两张牌好像要我讲一下它除了时间之外其他牌意哈。你们的遇见不容易，而且你们的相处这张哈，你们的相处各方面内在需要蛮多的生活的交换，跟蛮多的生活的相处才能够走到爱情。这边有说没有那么快哦，它有很多东西需要寻找。你们两个的感情要发展出来，需要寻找很多的土壤，各式各样的好的土壤来建立，浇水之后、施肥之后才会长出爱情的这个东西。所以你们内在的交换、生活的交换，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创造什么，一起去参加课程，一起去参加演讲，这种的生活里面的事项要越来越多之后，才会慢慢的走到爱情的。记得，那以第一组牌来说，本来就没有要立刻走到爱情，所以记得生活的丰富性很重要。那这里说，你们两个会有很长的时间，还是处在一种比较保护自己的状态哈。但是这个保护自己的状态会创造出你们两个彼此很多不同的生命力的分享哦。那这个就是你们的联系。这两张都还是有说没有那么快要进入爱情，因为水能量都没有出来哈，他给的一个方向感都没有哈。这两张突然要我讲这个，那我再讲一下。好，来动物灵卡，第一张，最近有一些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譬如说想去哪里旅行，小梦想、小小的梦想，赶快去做哈。最近的幸运值比较高。这里说最近跟朋友的一些界限好像有点模糊了哈。如果再做退让，可能会被擒了，或是你可能会自己气自己哈。要原则各方面的东西要注意一下哈。再来。最近你生活里面的安全感好像还不错。如果你想要躲进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去享受自己的个人小世界，可以这段时间的感觉不错，可以去做。好，那它还蛮符合这里最近想要去做一些小梦想什么的，可以去做。最近个人空间的能量很强，你可以多依赖自己哈。如果你想要躲起来，先躲起来自己1个礼拜、2个礼拜都可以，不见朋友也可以哈，享受一下个人。你最近对自己个人空间的感受力很好，不会这个叫什么？叫做没有那么寂寞跟那么孤独感，反而有一种快感哈。好。那差不多这样，3号牌的讯息很多哈。那小杰就是这些很不错的牌，但是好像还在路上，还要等一下哈。那提醒这2张牌不是唯一你们两个遇见的，而是你们两个遇见之后可能会有更大的能量出现的状况哈。之前也有可能会遇见，可是如果以这2张牌来对照的话，几率会比较小，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好，那就这样哈。那真心祝福你们哈，谢谢你们来听。